相信大家提到中国建筑啊，是吧？第一反应都是号称叫不用一颗钉子，什么榫卯结构、纯木造的印象。而提到西方建筑呢，想到的竟是白色的希腊神庙、罗马的斗兽场啊，高耸的那种哥特教堂，好像特别喜欢用石头去垒房子。那如果我和你说希腊建筑本来是这样的，你是不是有点颠覆呢？那么是否是东方建筑特爱用木头，西方爱用石头呢？如果是，又是为啥呢？事先声明啊，那些号称西方建筑全部造假的论据全来于贴吧那些大师们。如果你们有拉黑，得罪个拉黑，省得我还得动手。我们一定听说过巢穴这个词儿，没错。对于想要保护自己的动物来说，是吧？要不你就住在高挑的树上筑巢，要不在山里的地里挖穴，是吧？人类也是如此。全世界呢，其实都曾分布过两种建筑，一种是在地下挖洞的，叫半地穴式建筑；一种是用木头把自己架起来的干栏式房屋。就比如中国这半坡遗址、河姆渡遗址，就是这两种代表。第一种呢，它都是分布于降水较少、土质较硬的区域，而第二种正好相反。但是这样的模式呢，往往过于依赖自然环境，是吧？你土软了没法挖洞，树少了又没法架房。而比较悲剧的是呢，人类最早的古文明两河埃及呢，正好就是在这么一个旧又没有坚韧的黄土，又没有什么大树丛林的这个环境。就比如经常被瞎叫成巴比伦的这个两河流域古文明，它就只能因地制宜，用大泥巴晒成一块一块的砖，上面铺上木棍茅草，搞出属于自己的居所，甚至有这种巨大的神庙。可以说这种劣势啊，反倒开启了砖石巨型建筑的先河，所以和东西方没啥关系。你看陕北神木那个石卯遗址啊，也是因为气候环境，它用一个个石块土块构建起了自己坚固的城堡。是的，不晒泥砖是吧？大不了让远方努力搞石头嘛。所以呢，很多人都会赞叹于这金字塔4000多年前盖出这么高大雄伟的建筑。虽然这种东西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，但是在工程学上啊，这种堆土堆的模式啊，并不是什么黑科技，就算是个小孩你也能搭出这样的形状。其实就在中国啊，这样的建筑也不少见。我们在考古中大量发现的夯土堆就是这种玩意儿。奈何中国这片土地啊，它降雨丰沛，河流冲击严重，现在留下的也都是一堆遗址而已。那在雨水丰沛、森林丛生的东方啊，粗大的木材可以让人轻易的搭出巨大的大殿。那远在西方的希腊呢，其实也是如此。没错，你所看到这些白石头的希腊神庙，你相信它原来是木头架子吗？如果我们看一下早期的希腊宫殿复原，你会发现啊，这比你村头的大土房还不如呢，是吧？对于希腊来讲，南边的大老埃及一直是他们难以望其项背的存在，大约相当于古代的日本和中国。没想到的是呢，这老天送给希腊一个大礼包，大约相当于中国春秋时代的时候，东方的波斯帝国突然崛起，一路向西干掉了埃及大佬。所以不少埃及工匠看到自己曾经看不上的小弟希腊那儿，希腊那些破木头房子是吧？就说你这什么玩意儿，来哥给你点技术是吧？于是啊，埃及人高超的石头加工技术开始迅速在希腊传播。所以他们的女神呢，也从原来的这样变成了现在的这样。曾经的木头架房子也全改成了石头的。于是啊，埃及人高超的石头加工技术开始迅速在希腊传播。所以他们的女神呢，也从原来的这样变成了现在的这样。曾经的木头架房子也全改成了石头的。问题是改归改，这群货只是把原来的木结构换了个材料，本来拼木柱子的花纹是吧，改成了带棱的石头柱子，木梁头、木船条、木挡板全都改成了石头留了下来。尤其是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啊，木头这玩意儿吧，虽然它垂直荷载不行啊，还是别说术语了，就总之啊，太高容易压坏，但人家密度小、韧度高，横大梁不容易断的。那么你改成了大石头梁，一个个沉的要死，还容易把自己压断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希腊人呢，才给他们新盖的神庙改上了密密麻麻的柱子，美其名曰增加神秘感。但是为什么这么麻烦，你还要给建成石头呢？诸位，这可是神庙啊，永久保卫城邦的雅典娜呀，是吧？你来个大火给烧了，成何体统？这也导致啊，帕特蒙神庙是吧，还被炸过一次，但却2000年至今仍坚挺。所以啊，这一传统也深刻影响到了后来的罗马，是吧？毕竟山寨希腊嘛，也山寨他们的神庙，只不过罗马人聪明得很，人家那地儿呢又盛产混凝土，所以呢，一种更适合砖石建筑的结构拱券就问世了，正式开启了西方砖石建筑的风潮。那么中国呢？中国的房子不怕烧吗？当然怕。不说远呢，就说故宫太和殿就被烧过4次，更别说早已无存的武则天明堂了，是吧？上讲说过，唐代木造建筑就剩3个半，难道这国力强大的中国就不能给这些巨大建筑搞成石头的吗？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，中国这片土地啊，虽然多森林木材，但是也有着激烈的雨季和雷暴，巨大的夏冬温差是吧？
吧？更惨的是中国地震带几乎跨全境，最近四川还这样了是吧？正是这样一种环境，任何一个灾难，别说建筑，一个王朝都能轰然倒塌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啊，最为神圣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天子，更不是庙里的神，而是那些埋在地里的祖宗啊。所以呢，他们宁可在茅草屋里指点江山，也要给祖宗最华丽的陪葬和祭祀。没错，在中国人眼里，死人住的坟比活人住的宫殿还要重要。任何一个大墓的建造都比大殿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中国的墓葬啊，除黄墙题凑的，那都是妥妥的砖石建筑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石头汉墓啊，你甚至能感觉到浓厚的希腊神庙味道。那么中国地上建筑有没有石造的呢？当然有，而且无一例外的有着宗教性。说回当年的希腊，他们也没有想到能够击败埃及的波斯，竟然最终被自己击败，并且被北希腊的神人亚历山大大帝啊彻底灭亡。希腊人曾经最远占领了北印度，不久之后也逐渐皈依了佛教。但是对希腊人来说，你佛教烧个坟包拜的模式也太奇怪了，佛怎么就不能有雕像呢？是吧？于是爱雕肌肉男和裸女的希腊人违反了佛教不拜偶像的戒律，雕出了一堆佛像，形成了著名的前陀罗文化，最终在东汉传入中国。佛教呢，使得中国终于有了永久保存地上建筑的意义。在此之后，中国北方也出现了大量的墙壁上开洞雕刻的石窟寺，也就是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、莫高窟等等。而正如之前讲的，南方呢反倒是由那个坟包俗把演变过来的阁楼，这个中国的塔居多。据洛阳前兰记记载呀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永宁寺塔，这么大塔都可以顷刻焚毁，也让中国意识到，那塔也不能多搞木头的，所以中国才有了更多的砖石塔。除了著名的大雁塔、小雁塔，甚至还有这种造型更加西域的洛阳松岳寺塔，历经千年，至今未塌。那总结一下呢，其实东方建筑多木材，西方多砖石，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。各地建筑也无非是因地制宜而已。而木材作为一种优秀的天然材料，无论中国、欧洲的民居中都相对普遍，反倒是中国明治后，木材不够用了，民居都逐渐变成了砖石的。对于大型建筑而言呢，比起地上的宫殿中国人更在乎地下的坟墓，所以就算洪水雷电、大厦崩塌，祖宗依然安宁。宗教传入之后呢，无论东西信仰，反而都倾向于居下的砖石建筑，以呼应神佛永恒。不过不知道是否有人抬杠，你胡说巴黎圣母院这不是烧了吗？这是咋回事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说。看一下这个图，你感觉这是个什么地方？这个地儿呢，不在中国，不在韩国，也不在越南，反倒是在欧洲的一个城市，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的首府叫埃利斯塔。而这个城市呢，居民大多数竟然是蒙古族，在他们的市中心呢，就立着一个巨大的雕像。这人呢叫做沃巴西，是他们曾经的首领。而神奇的是就在中国新疆的河静县中心也立着他的雕像，很有意思是吧？其实当年在新疆的准噶尔汗国曾强盛一时，蒙古的图尔扈特部就被迫迁往到了现在欧洲的伏尔加河一带，归顺了沙俄的政府。没想到沙俄政府呢，明面上不错，但却拿着这群蒙古人当枪使，貌合神离。而东边的清朝呢，又正好干掉了那个准噶尔汗国，收复了新疆。那远在欧洲的沃巴西决定，我一定要跨过巨大的哈萨克草原，率部东归。至此除了部分留守人员，这沃巴西经过千难万险，终于来到清朝。乾隆还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接见沃巴西，把滨江天山中最肥沃的一块牧场送给了他的部众，这也就是近来有名的巴音布鲁克草原。如今呢，新疆最大的一个行政区就是它东部的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。之所以蒙古族得名，正是因此而来。话说回来你发现很多带有什么巴音、巴彦、巴颜的地名，基本都和蒙古族有关，因为这地儿本来是丰饶，什么巴彦淖尔巴彦喀拉山都是这样。